你知道东野圭吾的作品在中国最畅销的是哪一部吗？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部作品被众多网友称之为是最不东野圭吾的一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部作品中没有太多的反转和悬念，也没有引人注目的悬疑和推理。尽管这样，它还是受到了广大网友们的一致好评。这是东野圭吾唯一一部不同于以往风格的作品。你猜到这部作品叫什么名字了吗？好了，话不多说，影片开始。这是一家神奇的杂货铺，只要将写有烦恼的信件投入到杂货铺的信箱内，第二天就会在店门口的牛奶箱中收到回复。2012年的一个凌晨，3个少年在盗窃完之后，正急忙忙地逃跑。他们偷来的车因为年久失修报废了，于是便想找个地方先躲一下，等到第二天一早再混进人群中逃离这里。3人来到一家破旧的杂货店，店里空无一人，满是灰尘。几个人分摊了偷来的财物，一致决定在这里凑合一晚上。阿泰和阿平在杂货铺的柜子中找到了一些蜡烛和杂志，可他们发现杂志后面的发行日期竟然已经是40年前。3人就这样心惊胆战地在废旧杂货店里待到半夜。突然，小野听到前门传来声响，一道光影闪过，有一封白色的信件正从大门的缝隙中缓缓飘进。看到此情此景，3人顿时紧张起来。他们透过缝隙向外看去，可什么都没有发现。随后又从后门来到杂货铺门前查看，可还是一个人影都没有。之后他们打开了那封信，在信的第一行写着致浪矢杂货店。阿泰觉得这个名字很是熟悉，他翻开了之前的那本旧杂志，果然上面有一篇关于这个杂货铺的报道。原来这个名叫浪矢杂货店的小卖铺是帮助人们解决烦恼的。晚上你只要将写有烦恼的信件投入到杂货铺的信箱中，第二天你就会在门前的牛奶箱中得到回复。3人打开信件，这一次来信的是一个名叫克朗的人，他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家。为了追求音乐梦想，他不顾一切辍学打工。然而在外打拼了3年，却还是碌碌无为，不仅钱没有挣到，在音乐方面也是毫无建树。几年后，因为祖母去世，克朗回到了家乡。从祖父那辈开始，他们家就一直经营着一家鱼店。刚开始，父亲也想让克朗继承鱼店，毕竟这是祖辈传下来的。但克朗对音乐的狂热追求让父亲放弃了这个想法。克朗来到葬礼上，发现了多年未见的父亲早已苍老。他开始在梦想和鱼店之间摇摆。有些迷茫的克朗不知不觉来到浪矢杂货店门前，虽然店铺已经关门，但他还是决定把烦恼投递了进去。随后阿平给音乐家写了一封回信，他指责克朗年少无知，早就应该选择继承家业，而不是跟音乐死磕到底。克朗解释道，其实所谓的家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鱼店，而且音乐对他来说也是一项事业。为了证明自己的音乐才能，他来到杂货店门口。这一次他将信卡在大门的缝隙口上，自己则坐在地上吹起了口琴，那是他自己做的原创曲子《重生》。门外传来口琴声，3人听得出来，这首曲子正是当下女歌手琴的成名曲。随后画面一转，回到了多年以前，也回到这首曲子背后的故事。克朗的父亲再次晕倒，他来到医院，看见病床上的父亲，便自责地提出要继承鱼店，而父亲却叫克朗滚回东京。父亲对着克朗说，既然你决定选择了这条路，就不要轻言放弃，即便是打了败仗也无所谓，但一定要留下自己的足迹。克朗看着父亲已然说不出话，在离开前他又去牛奶箱中取回了信，信上却一反之前的态度，上面写着，请继续努力吧，坚持做音乐绝对不会白费你的努力，会有很多人从你的音乐中得到救赎，而且你创作的音乐也一定会流传下去，请务必相信这件事，你一定会成功的。这栋孤儿院已经陷入火海，但是原本已经逃脱的男人居然又转身冲了进去，究竟是什么让他奋不顾身？他又是否能够活着出来呢？这一切得从这份相遇说起。这天，克朗来到一家孤儿院慰问演出，舞台上他唱着自己的原创歌曲，舞台下面一个名叫琴的小女孩对这首歌很是感兴趣。演出结束后，小女孩走上前询问克朗这首曲子的名称，克朗回答说叫 Reborn， 是重生的意思。这天，琴坐在栏杆上哼唱着重生，克朗听到后很是意外，这个小女孩居然才听过一遍就全都记住了。等到琴唱完后，两人一起来到海边散步聊天。琴问克朗为什么不去做专业歌手呢？克朗说，世界上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他一直想做的就是专业歌手，可是一直都不太顺利呢。琴对着克朗说，不要放弃。克朗也笑着回答，我不会放弃音乐的。随后画面一转，到了晚上，孤儿院意外发生火灾，大家都逃了出来，但琴的弟弟却被困在了天台。原本已经逃出的克朗又转身冲进了火海，他要去天台救琴的弟弟。由于火势太大，他只救出了弟弟，而自己却永远的葬身在了这场火海之中。奄奄一息之时，克朗想起父亲对他说的话，这也算是留下足迹了吧。随后画面一转，10多年过去了，秦城为了一位知名女歌手，
他在演唱会上哼唱着那首永生难忘的歌曲《重生》。为了感恩克朗，他每场演唱会的最后都是以这首歌曲落幕。随后，时间跳转到1980年1月，浪矢收到一封咨询信，咨询者是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名叫绿禾。信上表示，孩子的父亲已经有了家室，他现在正纠结着是否要生下这个孩子。浪矢深思熟虑了一番，随后认真的回信给他。最重要的是让生下来的孩子得到幸福。转眼间，几年过去了，不知是哪一年的秋天，浪矢因为肝癌晚期住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他看到一篇关于母亲带着孩子开车投河自尽的报道。这不正是多年以前向他咨询的那位母亲吗？报道上声称，这位母亲疑似生活窘迫，走投无路，便想带着孩子投河自尽。母亲当即身亡，而女婴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看到这一报道后，浪矢开始质疑自己的建议是否真的有用。如果是因为自己的回信才导致他们遭遇不幸，那他岂不是犯下了天大的错误？没过多久，浪矢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在临终前的一段时间里，他说自己每天都会做着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有很多人在往杂货铺里不断投信。随后，他哀求儿子把自己带回杂货铺。回去后又交代儿子，让他在自己33周年忌日时，把信上的内容公示于众。信上这样写道：在浪矢33周年忌日的0点到黎明这段时间，浪矢杂货铺的咨询窗口将会再次复活，希望曾经咨询过的朋友能够告诉我，当时的建议是否对你们的人生有过帮助。浪矢像往常一样走进杂货铺，这时他察觉到门口有动静，只见一封封信从门缝中投递了进来。看着这些来自未来的信件，浪矢的眼眶湿润了。在众多的感谢信中，有一封独特的来信引起了他的注意。那封信的署名是绿禾女儿，绿禾的女儿名叫英子。英子在来信中表示，自己从小是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小时候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长大后才在旧报纸上看到了母亲携子自尽的那篇报道。英子看完报道后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但还好被及时抢救了回来。住院期间，秦前来看望英子，并向她说出了当年她母亲去世的真相。原来她的母亲并不是想要自尽，而是因为营养不足加贫血才导致的意识不清。失去意识的她落水时才苏醒过来。在千钧一发之际，她打开了车窗，把自己的孩子推出了窗外，才救下了孩子的性命。英子得知真相后哭了出来，也终于明白了生命的可贵。最后，英子还在信中表示，她现在已经成为了歌手秦的经纪人。写这封信给浪矢爷爷的目的呢，就是想要谢谢浪矢爷爷。读完英子的来信，浪矢也欣慰的释然了。然而就在这时，门缝中又投进来一封信。浪矢打开后一看，却是一张白纸。尽管是一张白纸，浪矢也依然认真的回复给了他。然而浪矢爷爷给这封无字信回复了什么呢？他的回复改变了未来几人的命运。神奇的杂货铺里又投进来一封信，浪矢爷爷打开一看，却发现是一张白纸。这封来自未来30多年后的特别信件，到底是谁写的呢？又表达的什么意思呢？随后画面一转，回到了2012年，杂货店里的3人又收到了一封信。写信来的是一名女性，名叫秦美。她在信中声称，自己也曾是王光源的孤儿，后来被一对好心人收养，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她一直梦想着要成为一位女强人，但毕业之后却一直在普通的岗位上日复一日的工作着。为了报答领养自己的阿公阿婆，她一心想要赚更多的钱，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过上一点好日子。在无可奈何之下，秦美下班后还去做了兼职的陪酒小姐，但她并不喜欢这样。她写信给杂货店的原因，就是想要问清楚自己到底该如何去做，才能改变现状。3人看完信后，认真的给秦美回了过去，苦口婆心的奉劝她不要再继续堕落下去，并给她指了条明路。这是秦美那个年代的人无法预知到的。3人告诉她未来的发展方向，提示她房地产和互联网将会得到大力发展，让她往这方面去努力，去找一个和网络相关的工作。收到信的秦美半信半疑，但还是别无他法。她按照信上所说的慢慢去改变，靠着这封信的指导，在短短几年时间，秦美就成为了一名身价过亿的女企业家，也让阿婆过上了好的生活。随后在不知名的某一天，孤儿院意外失火，为了不让副院长从中敛财，秦美决定直接将孤儿院收购，从而保护孤儿院。但在从小孤儿院长大的阿泰3人组却认为，这样一个冷血的女商人收购孤儿院的目的绝对是为了把这里拆掉，用地皮去赚钱。于是3个人决定在晚上去她的家里抢劫。随后秦美看到关于杂货店即将复活1晚的公告，她想起了自己能有今天全靠杂货店的指引，当即就动笔认真写下了一封感谢信，准备在回家的第2天去投递。结果在当晚就遭到了3人组的抢劫。3个人抢走了秦美的手包，发现了包里那封准备好的感谢信。原来秦美正是和他们通过信的人。惊讶的他们不相信这是真的，于是往杂货店的投递口塞了一张白纸，然而却在杂货店里没有看到白纸从投递口进来。殊不知那封信已经投递到了几10年前的浪矢爷爷手中。最后
三人还是决定把抢来的东西还了回去。第二天一早，原本不相信这一切的他们又改变了想法。他们在牛奶箱中收到了浪矢爷爷的来信。浪矢爷爷猜想，三人塞给他一张白纸的理由，有可能是因为正处于茫然中找不到方向。他在信中告诉三人，正因为是一张白纸，所以什么样的未来你都可以画得出来，一切都拥有无限的可能性，未来全在自己。无论如何，你们都要相信自己，明天将会比今天更加美好。看完信后的他们彻底哽咽了。他们没想到，只是胡乱塞的一张白纸，浪矢爷爷却耐心认真地回复了他们，还告诉他们不要失去希望，要一直坚持下去。三个人迎着阳光踏上了返程的路。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三人偷抢为始，后三人自首为终。故事虽然结束了，但流淌在时空中的善意仍在继续。命运将所有人紧紧扣在一起，我们所要做的便是无悔燃烧自己的一切，即使失败，我们也要在属于自己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好了，影片到此结束，咱们下期再见吧。我是小森，喜欢的关个注哦，拜拜。